哎，现在7点整了啊，我们今天呢开始咱们今天正式的这个课程。那么这幅作品呢是刘继友的啊，又是刘继友先生的啊。那么刘继友先生的这个豹子啊，他父亲还有一张这个豹子，那个刘奎林啊，刘奎林画了有一张豹子，他那个豹子画的是豹子，还有枫叶啊，还有瀑布，还有什么哎，反正东西挺多。而且画的比较工细啊，比较工细。那一张呢，就属于这种工笔的啊，属于工笔的。然后这一张呢，就属于偏写意一些的啊，偏写意一些的，看着也挺工细，对不对？其实呢，它偏写意一些啊。你看它的树啊，你就知道这是一张生宣纸完成的。好了，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啊，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作品案例的这个构图。那么首先，这只豹子它基本上是在纸的这个1/3上方，对不对啊？从嘴巴啊这条线开始，基本上是1/3的上方，对吧？然后呢，这个爪子啊在下边一点啊，树干呢也是基本上从下方1/3这根线上这么上去啊。老师剪裁了一下这张作品，它的原尺寸啊，原尺寸呢比这个长一些。就是说，你看左边这个图啊，它上面其实还能往上去个，去的有的15公分左右，下方呢还得往下来，还有个1/3的这个位置啊，它整个是个柏树啊，这个柏树是这么垂下来的。那么我就觉得没啥必要啊，我就给它裁剪了一下啊，裁剪了一下。咱们以豹子为主，好。那么定好这个位置啊，找准这个位置关系，明白吧？那么我们拿碳条了啊，当然了，也是大致的一个位置啊，不是说非得是几分之几啊，非得那么准确啊，也没必要啊，不要太刻板啊，因为有的同学你看看，有的同学交作业上来尺寸跟老师说的都不一样哈，也能画，对不对？当然了，如果你想改变尺寸啊，我个人建议呢，你尽量是老师说了这个尺寸啊，你等比例的进行一种缩放，你千万不要说我是画个长的，你给它画成宽的啊。现在咱们好多同学目前还没有达到这种能力啊。如果改成一个宽的，那又缺了好多东西啊，需要再补，对吧？那么会对画面呢会是有影响的，有影响。好，我们来找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以这个树干为主啊，树干它起笔的地方1/3偏下一点的地方，那么这条线是老师的这个中线啊，指的顶端在这儿啊，那么大致呢1/3的线，1/3的线大致在这一块，大致就在这一块啊，大致在这一块30厘米左右嘛，因为33厘米左右啊，差不多，因为这个尺寸是94啊，94你除以3啊，31、32，这样都可以啊，所以大致比划一下就差不多了。好，那么它还不到1/3的那个线上啊，还不到1/3这个线上，大致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从这儿上来。那么树干转折的地方正好是在纸的中间啊，在纸的中间这么上去，对吧？哎，它正好在纸的中间啊，在纸的中间，能看见吗？4尺4才小了，4尺4才太小了，4尺才多大点儿？你也太小看这个豹子了。那么这个树干上去。你看它转的地方，往里边转的地方，又在1/3的线的地方，对不对？又大致在1/3这根线的地方，哎，那么这么向左延伸过去啊。好，然后呢，这有一根这个小枝子啊，这么垂下来，那么在1/3线里边啊，大致你给它画一下，把这个厚度，树干的厚度。那么树干底下这部分呢，差不多就在这个中线的地方啊，在中线的地方。所以呢，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画高啊，有没有画高了？感觉可能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高了，降下来一点啊，降下来一点，否则这个豹子没地方画了啊。好。确定好，就是这个豹子它趴的地方是在纸的这个
纵线啊，中线的地方，大致是中线的地方，稍微往左边偏一点啊，中线往左偏一点的地方。然后这个豹子是趴在这个树上，对吧？趴在这个树干上面，哎，趴在树干上面。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起形啊，我们要起形了，要给这个豹子啊起形。那么起形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来看一看豹子的头啊，豹子头，它的一个脑袋，你看这个纸，你感觉很大，其实画下来啊，这个豹子啊，它也没多大啊，也没多大。我感觉是不是还得再往下降一降啊？不然这个豹子有点小啊，感觉。你看。它整个头部，哎，从眼角左边眼角这一块儿，哎，到脖子这儿上去，对吧？上去啊，整个都上去，有点高了，我应该再降下来一点啊，定一下位，定一下位，重新定一下。脑袋，这个背部拱起来的地方，然后呢下来一条纵线啊，一条纵线这么下来，注意这个倾斜角度啊。我这一起形就起不好，讨厌起形。整个它是一个这种长方形，看到没有？整个是一种长方形。哎，整个的脑袋啊，到它的背部这一块拱起来的地方，它是一个长方形。那么这条倾斜的角度是以这根线为主啊，大致是一个什么45度左右啊，45度左右。这不大，你看这么大个纸，这个头到背部都也就一拃的距离啊。然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它的头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头的部分啊，包括脖子，头包括脖子的部分，到后面才是这个背部。你注意这个起伏，到后边的起伏，对不对？找出来啊，找出来，然后才是它的什么爪子，哎，才是它爪子啊，前爪，像个馒头似的，才是它的前爪，对吧？先不要看的太多啊，先不要看的太多。那么这个前爪，看看这个弧线，它大致是这么下来啊，树干在这儿，然后这个爪子呢，它是这么侧面这么放的。注意这两个爪子的一个倾斜角度，一个倾斜角度。好了，那么到了身体部分啊，身体部分后边它是拱起来，哎，有一个起伏，看到没有？有一个起伏。整个身体到这儿，它是趴在这个树上，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啊？整个就应该是一个椭圆形啊，像这样的一个椭圆形。那么这个起伏的地方，看看正好连过来啊，连着这个树干呢，树干这个轮廓线到这儿就是它的一个前屈。哎，我们又讲前屈了啊，到这儿呢是它的一个身体部分，到后面呢才是它的一个后腿的部分，然后才是这个尾巴，才是这个尾巴，这个尾巴比较虚，比较虚一些。这么垂着啊，掉下来的，明白吧？才是这样趴在上面的，就像一个猫一样。看到没有啊？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才发现我好瘦啊。对，我不胖啊，最近上课之后更瘦了。好。就是这样，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刚工作那几年啊，在大学刚工作那几年，那是胖的，竟然有人喊我小胖子，那会儿头一回。好，我们回过头来啊，继续来看。那么起好这个之后，我们要把头概括出来啊，把头概括出来。它的头其实在里边还要小一圈啊，小一圈。明白吧？这是头，然后耳朵
你看要找准这根线啊，大家手里都有原图，对不对？你找准老师现在画的是哪儿？这是画的他耳朵这一块，还有头这一块。那么这根线呢，就是它的一个头顶。那么后面这一圈其实是脖子，到了后面才是背啊。这一圈是背，这一圈是脖子，这是脑袋，明白吧？明白吗？其实是这种感觉。然后耳朵这边上啊，那个比较虚的白色的，然后染了一点点淡淡的粉红色啊，这个胭脂色的这个地方，那么是它的头部的一个外轮廓，你要注意。那么其实整个的头部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圆，哎，这个下面是接哪儿呢？这个圆你看圆不圆啊？是不是非常圆？哎，这个圆的下面这一块是它嘴巴张开的地方，就是鼻子上方，对不对？然后呢，打开了，这是它的嘴巴。哎，先画成圆，然后把它改成方的啊，这是嘴巴。下巴啊，嘴巴下巴，好，明白没有？整个是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把它的一个中线，脊椎的中线，我们要给它画出来啊，中线给它画出来，鼓起来的，哎，中线的感觉给它画出来。画起来之后再来，那么这边我又画一道线啊，又画一道线，这个头盖骨到眼睛的这条线，这是头盖骨和到眼睛的这条线。那么这根线呢，就是个眼睛啊，眼睛的部分，明白吧？哎，然后再来把这个一分为二，对吧？一分为二，再画一半。那么其实就是眉毛、眉弓的地方，这鼓起来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好，那么鼻子这一块呢，它其实又是一个圆啊。你按照老师的这个方法，你看看鼻子这一块是不是又是一个圆呢？又是一个圆，看到没有？又是一个圆。鼻子呀，从外轮廓啊到这个地方长胡子的地方啊，长白胡子的地方又是个圆。然后嘴角呢，就是在这儿，对不对？嘴角在这儿，是不是又是个圆？好，那么颧骨部分与上方。这其实又是一个圆，对吧？这其实啊，它又是一个圆啊。这块呢，哎，如果你这么分的话，它其实又是一个圆啊。两个圆呢，还有一点这种交叉啊，交叉这边呢透视，那么它是一个椭圆。那么两个圆交叉的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交叉的地方？那其实就是眼睛了嘛。那么这一块其实就是眼睛了啊，明白吧？其实就已经是眼睛了。两个圆交叉的地方。它的眼睛的位置就这么定出来了啊，就这么出来了，明不明白？好，然后鼻子，哎，鼻子里边再画个内圈啊，再画个内圈，那么这个就是鼻头啊，鼻头底下是白色，上面这块呢就是染赭石色，就是这样，然后一分为二。就是嘴巴，下面就是嘴巴，张开的嘴巴。这个头的感觉是不是出来了？这个头的感觉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头的感觉出来没有？你看是不是有头的感觉了？头部的感觉啊，它就有了嘛。完了这边，哎，这你看这个圆的这个线呢，其实就是它鼻子的这一块的这个线，对不对啊？然后这边呢，其实就是外轮廓线，对吧？外轮廓的这个线啊。那么到了这边啊，它已经鼓出来了，这是眉弓的地方，哎，其实往里边收一收，往下收一收，到上面又是这样，沿着这个线啊，它是这个脊椎，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起伏啊，有一定的起伏。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教学这个事情啊，它需要方法啊。教人家画画，你是需要有一套方法的，一套不能说自己编一套这个特别只适合自己的方法，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啊。你看这个方法，对吧？它是有一定的科学性的概括性啊，因为它是根据你的这个根据动物的骨骼呀，
根据它的骨骼啊来进行的概括，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你看眼睛也出来了啊，鼻子也出来了，嘴巴也出来了，它就比较准确啊，比较准确，明白吧？所以有的不会画的，它起形它可能是按照什么三庭五眼那么去起啊，按照人物的那么去起，它也能起出来啊，但是没有这种概括的这种啊更有这种说服力，对吧？说服力。那个课已经上传上去了，已经上传去了，因为是之前有一点问题被违规了，有说了，好，不说了啊。然后呢，我又重新剪辑了，上传好了，上传好了。我都不敢再胡说八道了。好，那么这一块啊，我再讲解一下。那么头部起了，你看已经出来啊。那么拱上去的这一块是脖子的部分，它缩着脖子啊，缩着脖子。好了，那脖子后面呢，就是它的背部的一块地方啊，背部一块地方。它同样其实呢，它这个背部啊，你看着它是与这个胳膊对吧，与它的前腿啊是相接的。那么其实它还是往里边，它有一个像人的这个穿衣服一样，有个褶皱啊，有几个环节。胳膊在这儿啊，胳膊包括这个胳膊在这儿，它是窝在这儿了，所以呢，整个的弧度是这样，然后再是这个胳膊下来啊，才是胳膊下来，明白吧？好了，有了这个形了，我们完全就直接可以开始上墨了啊，直接可以上墨了。那么再注意一下身体部分啊，身体部分一个圈儿，前屈、躯干、后屈啊，后腿，那么它也是有这种起伏。虽然这个地方被树干挡住了，但是你要清楚它是有背部的这种起伏的，明白吧？明不明白啊？好了，那么这个它趴好了啊，趴踏实了啊，趴踏实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上墨了，只要它这个画出来，那么后边啊就好办了啊。稍微画的有点偏这边了啊，应该再往那边去，稍微画的偏右了一点点。这左边还有3根指头的这个距离的留白啊，应该再往这边来一点就好了啊。就是这个宽度稍微有一点宽了，整个这边呢，目前看稍稍有一点宽，这根线有点垂直了，那么没关系，我回头上墨就好了啊。所以啊，用这个探条起形，你一定要啊掌握好这个方法，起形的方式很重要啊，这种对于动物结构的这种概括。你包括之前画老虎，我也是这么教大家的，对不对？用这种几何形啊进行一个概括啊，它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啊，说不清道不明啊，但是它确实是具有科学性的。因为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骨骼的结构啊进行概括的嘛，啊，头盖骨。其实再分的话，你看这块是头盖骨，这块是眉弓骨。因为眉骨与眼睛呢，它其实是一个圆啊，那么颧骨这又是一个圆，两个圆交叉的地方，它就形成了这个凹陷啊，形成了这个眼睛。再讲一遍呢，回头听回放吧。这20分钟了，我再讲一遍。不能讲了啊，回头听回放好吧。好，到墨，用一支这个尖毫笔，不要用狼毫笔啊，干一点啊，毛笔干一点，没关系，干一点没关系啊。我放大一点啊，我们要开始刻画它的一个头部。你可以站起来稍微看一眼，坐着看呢，就怕比例画不准啊。每回坐着画这种大画，就容易画不准这个比例。墨色一个中等的墨色就可以了啊。
不要画的太重，千万不要太重。回放在小黄车啊，在小黄车1号链接。上完课之后呢，会上传上去。好，同样呢，从眼睛这一块开始啊，那么大致看一下这个眼睛的距离啊，大致就是一只眼的距离，对吧？那么从这儿你看这个位置已经给你标出来了，该画头，该画这个毛发的地方，对不对？它就是在这儿啊，已经给你标出来了。那么你就直接呢就在沿着这条线呢去画就可以了。当然了，它上面这根线不是这样的，稍微要变一变。哎，它是这眼睛呢，它是这样，对吧？这条线它是这样一个感觉，不要一下画的太实啊，有虚有实，它有这种毛发的遮挡关系啊。看到没有？好，那么这个眼角比较长，正好在哪儿？在鼻子这个圆的地方，这个焦点，看到没有？也已经标出来了。那么现在你就这些位置就非常的精准了，已经很精准了。哎，那么这个眼睛的形状啊，瞳孔呢通常是比较长的一个，比较小啊，一个长方形啊，留一点高光出来，啊，先不要画的太重，包括眼角这个线，你先不要画的太死板啊，好了，那么这个眼睛啊，你看看。感觉就出来了吗？然后再画这只眼睛，同样它这个位置就在哪儿呢？在这儿啊，它这个位置就在这儿。哎，注意这种侧面的眼睛，它稍微大一些，它稍微小一点啊，别把两边。你看我这个中线分的是不是这半边小一些，这半边大一些？所以眼睛啊，它也要稍微小一些，并且这个角度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只眼睛的一个眼角啊，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眼角，还有睫毛，哎，画的相当的精细啊。把毛笔握倒一点啊，像这样握倒一点，侧锋，你不要用中锋。这个时候啊，画这个啊，千万不要用中锋啊，好吧？中锋啊太实了啊。我们这个线我们稍微侧一点，那么可以控制它的这种轻重啊力度，明白吧？把这个力度控制好，不要太重啊，不要太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毛笔握倒一些，轻轻的看。你就好控制，明白吧？那眼角，哎，大概就是这样。眼珠子，它还有个内圈啊，内眼角，哎，内圈，然后眼珠在这儿，来一点即可啊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啊，细致的刻画它的这些眼睛上方的啊这些毛发的地方，细致的刻画一下。比如说这个皱着眉头，皱着眉头的感觉，对吧？哎，来几笔就可以了啊，先不要画的太多，我感觉起形起多了啊，这个线感觉都已经起多了，这是为了给大家讲。起多了之后，有一点，因为它上面有的是这种白色的啊，到时候染色啊就比较麻烦。
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那么鼻子部分，看看鼻子部分，鼻子稍微再抬高一点啊，稍微抬高一点点啊，往上去一点。来晚的同学不好意思啊，我不可能再讲一遍了啊，毕竟已经讲了半小时了啊，太耽误时间了，不能进来一个人让我讲一遍我就讲一遍，进来一个人让我讲一遍我讲一遍，回头看看回放，好吧？鼻子部分啊，鼻子部分稍微给它拉长一点。那么老虎的这个鼻子呢是比较厚实一些，那么它这个鼻子你看看比较长一些啊，长一些。同样这个地方有个转折，啊。是吧？有个转折啊。那么这边，注意这边，它和小猫的鼻子呢都差不多啊，都是猫科动物，所以小猫还挺伟大，看到没有？都没有说豹科动物、虎科动物，都说的是猫科动物。小猫还挺厉害，是吧？大致就是这样啊，大致就是这样。到下面才是它的一个嘴巴。嘴巴这条线它也是啊，有虚有实啊，有起有伏，看到没有？有虚有实，有起有伏。嘴角部分它同样是有这个长长的啊，这种像须一样的白色的毛发啊，进行一些遮挡，把嘴角这一块先蹭一蹭，蹭一蹭。这根线，你不要像画那个猫似的，像小白兔似的啊，不要分得太开，平一点啊，两边要相对平一点。平一点，那么这个它其实是这样上去。你看上去，为什么说它是个圆呢？它的这个鼻子上的皱纹呢，这个肌肉啊，包括这个纹路，都是围绕着这条线上这么来的啊，这么产生的。好，稍微缩小一点啊。好了，那么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再来开始画嘴巴，嘴角往上提，你看嘴角往上提，你可以用这个淡墨，我直接用淡墨呢，先给它画出来啊。注意点这个起伏以及中间的这种留白啊，稍微留一点。用笔要虚实有度啊，给它留出来一点点。那么这半边啊，那么这边更虚一些，看到没有？这边更虚一点，或者你先把这个牙齿给勾了啊，把牙给勾一下，把这个獠牙呀给它勾一勾啊。獠牙勾一勾，那么獠牙勾的时候，你要么换一支小笔，要么毛笔就再干一点啊，再干一点，类似于画眼睛、画鼻子的这种墨色，好不好？类似于这样的墨色啊。这颗獠牙啊，就在这个地方，在外面。尖一些啊，尖一些。然后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牙
这个就概括的虚虚实实的啊，概括的虚虚实实的。到这儿了是这边的这个獠牙。好，这个獠牙呢，它其实在内侧啊，在内侧，往里边去，往里边收一点啊，往里收一点。牙床画的特别的清晰啊，牙床，然后呢上面还有小牙，哎，就是这样的，里边呢回头再染一染啊，染一染，那么这个牙床的感觉啊，特别好。底下呢就是下巴啊，下巴的这些胡须，虚虚实实的画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先画一点点啊，到时候靠颜色啊，靠颜色的这种烘托啊，这种颜色给它衬出来，衬出这个白色来啊，衬出这个白色来即可。那么到这边呢，就披笔丝毛啊，轻一点，一开始呢都轻一点，虚一些啊，它虚虚实实的有几个点啊，不要画太多啊，不要画太多，画多了容易画死了。好了，那个，哎，这块呢就是到这啊，五官的刻画呢基本上就到这了。然后我们比如说点这个胡须上方的这些点，它其实就确定出了，即将确定出它身上的斑纹。那么身上的这些黑色的点啊，豹纹，这个豹纹它的走向同样是按照结构来走的，明白吧？它不是随意的点的呀，它全都是在结构点上，在关键地方，比如这边这个点是不是又在结构这一层？哎，关键的地方点都是有用意的啊，都是有用意的。你看它里边啊，这个鼻子这些肌肉啊，这些肌肉它形成的与这个鼻子上的这些黑色的啊、深色的这种鬃毛，它形成的位置，你看看是不是啊？是不是在我们画的这个圈、画的这个圆，跟我们画的这个圆的位置是一样的，明白吧？它一直在强调结构，它通过这些啊，比如细小的、短小的，是不是一直在强化这个结构？好多同学不知道什么是结构啊，这就是结构嘛。啊，就跟房子啊，房子呢有这个有水泥的啊，有这种钢架结构的、框架结构的，对吧？它其实是就是房子的梁的地方。那么结构呢，其实就是这个动物的啊，这些骨骼它的一些梁，能够支撑起它来的地方。这么一加啊，那么眼角这一块，你看看这一块啊，稍稍加一加。这边
啊，所以你把老师这个方法学会，你画任何的动物啊，包括禽鸟啊，那都不在话下，明白吧？你画出来既准确又科学啊，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所以呢，绘画不一定会教啊，不一定会教啊，你绘画也不一定你的方法画的方法是最好的啊，是对的，明白不？那么我的这套方法是我跟一个老师学的啊，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的会啊。我有一次是看他画那个小鸟，要给我概括那个小鸟，每一片羽毛它都是用这种2个圈这么扣一块，中间就像交叉形成的这个凤眼一样，知道吧？它每一片羽毛都是这么形成的，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哎，后来我自己琢磨，自己研究啊，研究，我自己研究会了。好了，那么我们稍微快一点速度，那么来点一下斑纹啊，点一下这个斑纹呢。所以方法我教给你们了啊，你们自己也得琢磨，也得研究啊。你像我通常像这样的机会，因为我接触的这些老师啊，都是比较大牌的老师啊，像他给你画画，亲自给你讲解的机会不多，就那么一次啊，就那么一次。你那次你专心致志的听进去了，然后回去你自己琢磨研究，你就能学会啊。你没听进去，你开小差了，你错过就错过了，不可能再给你讲第2遍。好，那么颧骨你看看啊，颧骨呢，同样，我们首先画的是哪儿？画的是结构的地方。那么你看看这个脑袋的位置，对吧？脑袋的一个位置啊，包括刚才颧骨的位置在这儿啊，擦掉了。那么我们先画这些重要的地方的黑色的斑点，先把这个圆儿啊让它起来。你看到眼角是吧？这样的形成了一个圆啊，它形成了一个圆。然后再内圈，它是一圈一圈的啊，再来一圈，里边这一圈颜色墨色可能还淡一些。哎，一圈一圈的。这样的画的时候，你稍稍有一点这个规律性啊，稍稍它就会带一点规律性，画就会好一些，明白吧？所以规律很重要嘛，你得总结出来啊，得总结出来。那么像之前教大家画的老虎的那个规律啊，那种规律，画什么老鹰的这个规律，这个画禽鸟啊这种套娃的规律啊，一圈套一圈的。你看，它都是沿着这个结构啊，沿着结构。那么这一边又有一圈，眼睛这边是不是又有一圈呢？啊，眼睛，你看老师已经画出了这个圈了吗？你就首先呢，就是沿着这个圈画就好了啊，就沿着这个圈画。你先把大圈的给它画出来，先不要看的太多，你先主要是画结构的地方啊，结构的地方。你看，正好就在这个线上啊。这一圈啊，它围绕着这个线，看到没有？它围绕着这个线这么旋转，围绕这个线旋转。有大有小啊，再来，这里边再分圈，是吧？再分圈，里边还分圈。那么这一圈，这还有一圈啊，还有一外圈。
这样你就不会乱了啊，这样你就不会乱。好，这边一圈画完，啊，画完，那么紧接着就画这边的这一圈了，对吧？画这边这一圈了。那么这一边这一圈，它其实是按照它的肌肉结构这么来画，按照这个结构来这么画。你看，那么这个眼睛，你看啊，这边它有一个皱起来的感觉，你是沿着这个肌肉结构，然后形成一个小圈，皱着眉头，哎，又形成一圈啊，又形成一圈。这边又下来，整个呢是要加强它皱眉的感觉啊，把它皱眉的这个感觉呢是给它加强了，通过这个黑点，明白吧？好，那么再来画外圈，逐渐变小，哎，逐渐变小，这么上去啊，上去。这边同样外圈又沿着这个结构线，包括外轮廓线啊，它都是用这种点呢给它点出来的，是不是啊？好，那么这边不是画出来了吗？那么这边呢，同样如此啊，同样如此嘛。沿着肌肉结构，沿着这个圆，哎，不断的上去。然后这边是这样下来，同样都是沿着这个圈啊，沿着圈，哎，一圈一圈一圈套一圈。你理解之后，这些斑纹你都不用看它的啊，你就自己随意画就行了。我相信他也不一定非得是对着照片画，对不对？那都是自己理解之后，总结好规律之后，然后自己呢就能自己画了。那么这个画它既是符合画理，又是符合什么？符合真实的，对不对？它就达到一种写实，达到一种写实的真实。你看耳朵，这耳朵是不是跟老虎耳朵一样一样的？几乎没区别啊，几乎没区别。几乎没什么区别，对吧？是不是啊？小豹子啊，然后中间这块继续填嘛，你看这块空了一点啊，我继续填一填，就按照这一圈一圈的这种结构，你看一圈、两圈、三圈，里边有小圈啊，小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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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啊，这边也是一圈、两圈、三圈，是吧？这边一圈、两圈、三圈，不都是这么画出来的吗？把颧骨这块强调一下啊，很随意的，是不是？好，头部这一块基本上就快差不多了啊。往边缘的地方呢，墨色淡一点，往边缘墨色淡一些，淡一些啊，墨色稍稍湿一点点。那个头也不能太圆了，对不对？我们虽然是用几何形概括啊，但是呢也别太圆了。好，那么你就稍稍往外，你看看它其实有一点这个尖下巴的感觉啊，尖下巴的感觉。然后到这边，因为它咬肌特别发达啊，所以这一块比较鼓啊。到时候用淡淡的颜色啊，淡淡的颜色来画，不能用这个墨色画了啊。墨色我用比较淡一点的啊，稍稍画一点，哎，稍稍画一点，不能画多，画多影响最终效果。每次呢，为了给大家讲解清楚，所以我不得不用这个墨色啊来画，否则又看不见，又不想单独起形，那么又耽误时间。那比如说
单弄一张纸的话，在讲解啊，在干嘛的，就比较费时间，画不完一节课。所以咱们这个课程啊，你像这样的课啊，像这个画动物的课，你说你不看一遍啊，你就能画出来，不可能啊，对不对啊？你要是有老师这个方法啊，你要能够跟画的时候就给它吸收掌握，那你就是有点厉害了啊。你看这边又是个颧骨，又是圆的，对不对？它边缘，这个边缘它有白色的这个毛发，所以啊，这个外圈就比较大一些啊，外圈比较大一些。这个把外圈给它留出来啊，外圈呢要留出来。好了，那么紧接着啊，我们就到脖子部分，紧接着就到脖子部分了啊，到脖子部分了。脖子，这是头，哎，头完了脖子，脖子完了是这个后背，对吧？那么按照这个脊椎的走向啊，你就按照脊椎的这种走向啊，它是要有起伏，明白吧？有起伏，有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啊。那么你就按照这个走向吧，按照这个走向来。画多了就像虎纹了啊，就像虎纹了。啊，这是脊椎的中心点啊，中心点的地方。往这边去，那么就是这半边的一个位置，对吧？它有凹凸，有起伏啊，的一些骨骼。那么它是窝着头啊，窝着头，伺机而动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随时准备出发挣钱去了啊。所以呢，你要根据啊，这是一圈，然后这边可以疏朗一点，疏朗一点，疏朗一点，围着这个结构来点啊，围着结构来点，特别是这些地方，这就是个结构的地方，明白吧？这就是个结构的地方。那么它这个地方点了好多的点啊，点了好多的点在这个线上，并且它是围绕着这个旋转啊，围绕结构，就像你的胳膊如果窝起来啊，臂弯这一块，那么它的这个斑点它就围绕着它这个窝起来的地方、折起来的地方啊、折叠的地方，强调这种折叠的结构。你看看，比较多的这种点啊，这种墨点，那么这种墨点一多了之后，它在视觉上就会比较强烈啊，比较强烈，就能够概括出啊，让它连成一条线，你就能够看到它的结构。其实是看不到，对不对？其实呢，按照这身皮毛来说啊，离远了你根本看不清。但是作为画画来说，我们必须得让观看的人能够看清，所以我们就要利用好这些斑点啊，斑点。所以画画的时候都是经过了精心安排的啊，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不是拿来随手就画的啊，都是得安排了。又旋转，你看，又围着这个结构，哎，旋转，这边也是啊，旋转，鼓起来的啊，分成两边啊，分成两边，向两边走，向两边走，边缘的小一些，哎，还有这种结构，然后再来增加。这样就能自己自主安排位置啊，自主的安排，不受它的一个约束啊，明白吧？好，
那么到哪儿了？到下面了啊，到下面了，到它的一个肚子部分啊，这是肚子部分，注意看啊，肚子部分，然后腿啊，前腿的部分，肚子部分这块的空间你要给它留出来啊。我们先画这个腿啊，先画这个腿。这个线条你可以采用这种切线啊，切线就是大家用线的时候要圆中见方，明白吧？不要全都是这种圆形的弧线啊。转的时候有时候令方物圆啊，令方物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爪子边缘处有几根，哎，这个毛发哎比较长一些，遮挡一点。那么它其实整个的形是比较概括的啊，比较概括的，就像这个猫爪是一样的啊，像猫爪是一样的。别整多了啊，别整多了。好，然后呢，这个爪子上的纹它也是这么一圈一圈的，你看，是吧？也是这么一圈一圈的啊。再来一圈。一圈一圈的这种感觉，后面大一点，是吧？大一点。还有大象啊，还有大象没有大象啊？没画大象啊。这个课啊，开了几期之后呢，还是没办法呀。当时有些事儿没有做之前呢，是靠想象，对不对？它的一个难度，你没有去实际的去做的时候，不大能够体会到啊。开始我就这么一说啊，开个什么动物课呀、蘑菇课呀，我就想象了一下，谁知道画动物呢，还挺累啊。好了，继续，你看看这边它同样啊是一圈一圈的啊，你看它是这样，哎，这能折过来啊，明白吧？那比如说这块啊，我就沿着这个线继续嘛，里边的虚一点啊，里边白色嘛，白色呢就虚一点啊。到边缘了，这个黑点呢也不需要太重啊，也要虚一些，因为它要有这种虚实，你还得讲究虚实强弱。所以这边墨色可以淡一点，湿润一点，不要干巴巴的啊。好，那么这块是它的这边的这个腿啊，这边的这个腿，先把它的这个结构啊画出来，是吧？然后呢，也是这么一圈一圈的，一圈一圈，有粗有细啊，有起有伏。同时要与身体部分啊，后面部分呢进行一个要接起来，要接起来。
然后后面呢，到后面我们再染啊，现在不管它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不接起来了吗？好啊，那么这个胳膊啊，这个爪不是胳膊，这个爪前面到了爪子部分，哎，它是往里边这么收，是吧？然后这边用笔干脆利落啊，然后就是指头上面还有这个什么指甲、利爪啊、利刃，就是这样。然后呢，趴在树上，毛笔啊侧锋一戳呀，是吧？然后呢，一圈该是一圈你就给它画一圈啊。然后呢，该疏的疏一些，该密的呢密一点，重的重一点，浅的浅一点。这不就出来了啊？出来了，基本上是比较简单的啊。基本上呢，所以我说这个难度不大啊。你把这些点都点完了，然后一上色就很快了。然后一上色就特别快了。哎呀，好，放个颜料管。哎，是吧？这趴的好好的啊，趴的老老实实的。身上的这个就好画一点了。身上的啊，它像一个铜钱一样，它就像铜钱一样啊，一圈一圈的，明白吧？金钱豹啊，金钱豹。到点了吗？呀，今天我看到了啊，喝水喝水。2分钟的广告时间啊。你看拉远了一看，哎，看看这块，我觉得需要再加强一些，是吧？稍稍再加一加，哎，那么它就有窝在里边这种感觉，看到没有？有窝进去的感觉了。所以一定是沿着结构啊来的啊，你理解之后，那画什么东西啊，它都是比较轻松的啊，起码它是有章法的，明白吧？它是有章法啊，有章法。不然画画没有章法，一旦失去了章法，你只能是看一笔画一笔。那么大部分同学临摹的时候都是这样啊，他看一笔他是画一笔，看一笔画一笔，然后就画着画着就走形了。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同学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画着画着最后就走形了，是不是？是因为咱们没有章法，没有了解啊，没有理解这个章法。所以咱们课程当中啊，每一节课呢，每一节课画什么东西，老师都会啊用这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来教大家。这也是我呀，这也是我认为我比别人强的地方在于哪儿？在于老师会教书，因为我是真正的是干这个的啊，就是教书的。你比如说我在大学教书，那么我们教书经常会有这个讲课比赛呀，还有这种考核。讲课得有讲课方法，那么我们每讲一节课，我们要写这个，比如之前写教案啊，写教案，每一节课你要用什么方法，你都得写上去，哎，老师要看啊，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是什么举例呀，那是多媒体呀，还是什么方法，这种概括呀，你自己要写出来啊，要写出来，领导抽查，人家要看啊。所以我这个课程基本上是有章法的，有教学方法的。向怡老师好，您好啊。好了，
继续。那么到这边身体部分，我们先不慌啊，先要把树干给画出来。你树干不画出来，那个因为树干在前面嘛，所以树干也画出来。对呀，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经过了培训的，我们经过，比如考这个教师，考高校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啊，等等啊，这些，你都是要给人讲一堂课呀，人家打分啊，你有没有这个符不符合他们这个要求，对不对？所以你起码这个你得有教学方法啊，有教学方法，你得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才行。好，我们换一支毛笔，换一支毛笔啊，换一支毛笔来画这个树干，来画一下这个树干。可以换一支大一点的毛笔啊，大一点的毛笔。我一般喜欢画树干的，喜欢用大毛笔啊。你如果大毛笔你接受不了呢，你就可以换一支也稍微偏大一点的，尽量是一支这个大白云这样的啊，起码是这种级别的，这种粗细的才行，不要整太细。好，我们先用淡墨，树干呢同样是淡墨啊，先用淡墨。一开始墨不要重啊，淡墨，毛笔也不要太湿啊，不要太湿，干一点，干一点。好，我们从树干啊，从这个树干开始。那么树干你可以从上边啊，从这一块开始。那么这个你开始再换回来小号啊，换回来小号，这块小心一点啊，不要画太大。从这一块开始画这个干啊，我们从这一块开始画干。就大致你要画准它的一个位置啊，画准一个位置，墨色有一点重了啊。然后呢，用这个淡墨接一下，里边虚一点嘛，往里去啊，往里去。可以散锋啊，像这样的散锋。你看毛笔要按下去啊，很多同学用笔尖在那画画不行，毛笔要按下去你才能提得起来啊，你摁不下去，你弹什么提起来呢？对不对？经常讲提按啊，你都按不下去，那更别说提起来了。哎呦，画粗了一点点啊，这块画粗了，一不小心，回头用这个叶子遮挡一下。大致呢，按照这个感觉啊。把位置起码要先给它定出来啊，把位置起码先定出来，然后笔尖可以蹭一点什么，蹭一点重墨啊，蹭一点重的墨色，好像画粗了，位置好像没太画对呢。像画这样的地方就该站起来，哎呀，就不能坐着你就看不全，容易画跑形。它的树干。然后把下方的我们首先呢要给它画出来啊，内侧。那么这边是内侧，内侧的看墨色重一点，因为我笔尖呢沾了一点墨色，看到没有，就可以重一些。续点水，沾点墨啊，续点水，沾一点墨。续点水，沾点墨。
里边的这种皴擦的这种线条啊，可以大一点，要拿个粗壮的毛笔大一点，不要太琐碎啊，让它整一点啊，一定要让它完整，归纳一下。笔墨呢是需要归纳啊，一定要归纳这个好这个笔墨，就把它像你这个收拾家子、收拾家务一样啊，收拾东西一样，你的抽屉里边，你把抽屉里边的东西给它收拾干净、收拾整齐。你要把它摆放到一块儿去，有的地方要摆放到一起去，你不能东一笔西一笔，明白吧？有些地方多要让它摆的密集一些啊，有一些地方呢让它摆的少一点，那么这个不就有疏密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方向性啊，同时还有一个方向性，尽量是一种，同向当中有变化啊。有时候要同向，有时候呢要有一点变化，明白吧？所以我们要给它归纳好啊，给它归纳好这些。你比如说这些，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朝这边，是不是？有的同学画着画朝这边，有的突然朝这边，又突然朝那边，那最后不就散了吗？这个不飞起来了吗？这些笔墨是不是？一定要搞清楚啊！好，那么像这样的，可以先呢，直接大笔触先这么画出来，再来描这个，把这个轮廓啊给它概括一下。先大笔触了画出来，否则我怕画着又画变形了啊！因为这个尺幅呢比较大一些。你容易老是盯着一个地方画，容易画大或者画小，啊，所以先呢整体概括一下，概括完之后再来加这种枝子啊这些细节地方啊，最后再来添加。因为它的这种它是比较方硬啊，画的比较方硬，最后再来加就行啊。先整体把这些概括出来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金钱豹，重要的是要把金钱豹再给它画一画。那么这个树干它是从后面到后面呢，它是这样过去，金钱豹是趴在它身上的啊。这一块呢，稍微把金钱豹给挡了一点，再往后画一画啊，注意它的一个比例，好吧？我们注意它的这一块的一个比例啊，基本上是，你看一下啊，一拃到这儿一拃，所以呢还得再过来一点啊，正好还得过来一点。身体呢还得到后面来一点。然后这边尾巴在这儿啊，这么画过来就差不多啊，不然呢身体小了。好了，你可以用赭石色，对不对？你可以不用这个墨啊，用赭石，淡一点的赭石啊，教你们先把轮廓给它框起来。又认错人了。来整点淡墨啊，整点赭石啊。赭石呢不要太重，先淡一些啊，先淡一点。用比较淡的啊，你自己能看到就可以啊，自己能看到即可。毛笔有点脏。好，你看背部起笔的地方在这儿，这是前区啊。我再说一遍，前区，这是中间躯干的地方，是这样拐弯的。前区到这儿，
往里去，这是哪儿？这是它的一个大腿呀，它前面的腿呀，它是这样，然后这样，对吧？前面的腿是这样的，身体部分，你看看，身体部分它趴在这儿，它是这样的啊，这个身体是这样的。后面后腿部分，后腿部分在这儿。那么这多出来的这块是哪儿呢？臀部，然后才是什么？尾巴垂下来，哎，才是这个尾巴垂下来，明白吧？它才是这样的啊。所以一个部分、两个部分、三个部分、四个部分，是不是啊？四个部分。然后这个前腿啊，你看前腿。它和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有个结构嘛，跟我们的胳膊是一样，它是两节啊，两节组成，对不对？所以整个它是一个透视，它是这样的一个走向，一个走向。然后上面是它的身体部分的走向，是这样走。你明白这些结构之后，我们再来画身上的这些斑点。那么身上这个点儿。画的要毛茸茸的啊，要毛茸茸的，毛笔要湿润一点。哎呀，这个墨色啊就不要太重了啊，毛笔湿润一些，湿一些，墨色不要太重啊，墨色不用太重了。你如果有那个什么素墨啊，可以用素墨画一下试一试。我今天没找着素墨。好，一圈一圈的，同样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啊。首先画结构上的结构线，那么首先画结构线上的，这就称为结构线，和刚才我画的这些圈圈是一样的啊，它称之为结构线。首先我们就画结构线上的，好吧？哎，湿润一点墨色，淡一些，看到没有？是不是？我放大一点。看不清是吧？哎，先画结构线上的，那么这一圈，哎，上面有清楚的，也有不清楚的，对吧？有大的，有小的，毛茸茸的，有的是一个完整的圈，有的又不是一个完整圈。同样啊，按照结构线上的。哎，这出现一个完整的圈，同时它在这儿还把这个耳朵外圈的这个白色的毛发给它衬托了一下。同样这边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这一块它也是把外边的这个把脸外面的这个白色的毛发又给衬托了一下啊，是不是？这边同样，底下也是，看安排的巧妙，精心布置过了啊，精心布置过了。还有底下呢就更弱一些啊，底下就更淡一些，底下就更淡。我这个好像画错地方了，应该再画下来一点，在这一块。好，回过头来，别跑偏了。你看看，沿着结构线，那么这边又有啊，这边又有一块大的，是吧？又有一块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底下呢就是转下来啊，让它转下来，就不需要太大了，不需要特别清晰，也甚至不需要特别的完整。好，回过头到背部。那么有些地方可以加重一些，像这样的，可以再点一点重墨进去，因为背部这一片要比较重一点，对不对？结构线上有的也要重一点啊，可以稍稍点一点重墨，整体是淡的啊，偶尔呢再点一点重的。好，到这边啊，
你看稍稍淡了一点啊。好，那么这个前区画完了，是不是前区画完了啊？前区的这个腿啊，这个腿上面还没画啊。这一块你看又是沿着这个腿的这个结构，我这根线应该是画这儿来，画下来一点，画错位置了，稍微画高了一点点啊。前区呢就是这样。这个圈是圈非圈的感觉啊，能看出是一个圈来，又有的又看不出是一个圈来，明白这个意思啊？要似是而非的这种状态，它就比较和谐。你看现在很和谐吧？很和谐啊。好了，那么到了这个背部啊这一块的结构，同样是围绕着这个圈呢这么来的。你看看，从这儿开始，是吧？一个圈嘛，围绕这个圈啊，还有透视，还带有什么？带有透视啊，近大远小这种透视感。有深有浅，哎呦，这个稍微重了一点。有深有浅。哎，这不露痕迹的啊！画完之后呢，你是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我是沿着这个结构走的感觉啊！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但是懂画的人他能看出来，哎，不懂画的人就看个热闹，明白吧？懂画的一看他能分析出来，你不懂画你就只能看个热闹，最后就是这样啊。还得必须非常懂画的人才能看啊，一般懂的他也看不出来，觉得画的好，能够说出表面好在哪儿，说不出内在好在哪儿，对不对？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啊？看了一幅作品，哎呦，画的真好，好哪儿呢？说不上来啊，要么就特别的主观的这种，从情感上啊进行一顿夸，哎呀，画的多么好，多么好。但是从这个画本身出发啊，从这个艺术绘画层面本身出发，哎呀，说不出来。那就是说，咱们画画的时候，这些这些技法的知识不够，跟不上了，跟不上，回头看回放啊。回放在我们1号链接啊，感谢你给我一次打广告的机会啊。1号链接到底下，你看也是啊，这一块也是围绕着这个墨色稍微更淡一点啊，这边墨色要淡一点，不要画重了，就围绕着它的一个结构进行就可以了。你先淡一点，回头如果感觉不够啊，你可以加。趁湿的时候可以加一加啊。
尾巴只画一边，这边呢是白色，白色最后是靠染这个树干的时候给它染出来那个感觉。所以画的时候啊，不要画的太，就不要画它啊，该留的地方就要留住，该守住的地方守住，知白守黑啊，知白守黑。你要知道哪儿是要用白，哪儿是要用黑。好了，尾巴呢这块是有这个松柏叶，松柏叶啊给挡住了，下面的啊，从松柏叶下面啊这么下来，那么继续啊画完之后，再让松柏叶去挡。你也可以，如果你拿不准啊，你先起形啊，先起形，你看，先起个形，我就懒得起了，就这样画了啊。你看，它其实是连贯起来，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呢，转过来啊，边缘呢可以稍稍画一下啊，稍稍画一下它的这种毛发的感觉，像老师这样稍稍画一画，然后呢就靠这个染色衬托啊，靠染色来衬托它就可以了。里边呢可以再用重墨，破墨披笔丝毛，看到没有？破墨啊，披笔丝毛。明白吧？怎么样？我看看几点了，1个半小时啊，1个半小时我们就把这个豹子的这个画了差不多了，形起完了。我们现在把树干啊给它丰富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豹子的这个颜色一染啊，就差不多了，树干来修复一下。用笔啊，稍微大胆一点啊。你看，有时候趁着这个湿的时候，它加了一些重墨啊，加一点重墨，趁湿的时候加。你看底下的都没干，那么这个墨色就是一种破墨法。之前跟你们讲王雪涛第1节课，我安排了个技法叫破墨法，对不对？是不是啊？那节课课件，第1节课的课件是我做的啊，为了给其他老师呢做一个标准课件啊。第1节课王雪涛的课件是我做的，那么给大家就讲了一个破墨法。破墨法它是不是就是这种2种颜色深浅颜色进行破，还有墨与水进行相破，墨与颜色啊进行相破，墨与墨进行相破，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浓墨破淡墨呢？对不对？所以你要真正的了解啊、理解啊，我们这个之前学的这些内容啊，并且会运用。你看看现在来破的这个湿的地方啊，它有的地方会是湿的，有的地方是干的啊，所以画出来这个里边的变化就比较多啊，变化比较多。如果仅仅是干了皴上去，它是浮在上面啊，它是浮在上面。那么半干的时候，它是融合进去了，明白这意思吧？对啊，这是浓破淡啊，浓破淡。好，再来，你看它的这种画风啊是比较
写实的这种追求物象的这种真实啊，物象的真实。他一般画的东西都是画的什么？画的结构啊，因为它是西画的这种影子啊，特别的重。西画画的是什么？画的就是结构啊，所以呢，后来我们我国引进来，特别是列宾美院的这种素描，还有一种素描我称之为结构素描。所以他画的这些东西啊，无论是动物啊，还是树啊，还是植物啊，画的都是结构啊。好，底下的这个墨色要进行归纳啊，要进行归纳。那么现在这稍微扦插一下啊，它就结实多了，对吧？树干呢，它就比较结实啊。喝口水，渴了。对，俏妮是从第1期开始跟的啊。然后呢，每期呢，他上课都跟我互动啊，都跟我聊天。然后好多同学呢，就是跟话，他不爱聊天，不爱讲话。那有时候这个课上呢，老感觉是跟他，感觉每一期都是在跟他讲课。知道吧？我总感觉每期怎么都是在对着这几个人在讲课。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几个名字啊，什么还有个尖话筒，啊，有尖话筒，还有还有登不上太空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还没特别有印象啊，没起完的感觉。我老想知道后半句是啥。还有什么 Grace 啊，就这么些人，不知道在不在。还有无名啊，无名。好，那么注意这种看归纳到一块了啊，要归纳到一块，哎，留个空白又有，哎，又留个空白又有这种节奏感，并且呢有粗细，是吧？别给它村的到处是，然后有的同学这加几笔，这加几笔，最后平了，是不是就平了？明白这个意思啊？不要乱加，千万别乱加。啊，对，没登过太空的，哎，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你啊！啊，没登过太空的什么呀？人、动物，到底是什么呀？我也没登过太空。好，把这个树枝啊给它修一下。所以我对这些同学的印象特别深刻啊，特别深刻。对，还有王段也跟着第1期，对。你看，一开始先画啊，先用这种淡墨呢，先给它画出来啊，它的具体的这个位置，对吧？
然后重墨的地方，最后呢再给它收拾一下，把轮廓啊该勾的勾一下，哎，重墨的地方，这样我们的不会画跑偏啊，位置呢是非常准确的啊，而不是说我们先勾完了再往里存啊，不是这样的啊，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更好。不要所有的画都是先画轮廓，再来往里填东西啊，不是这样的啊。画画的一定要多样性。猫头鹰不是第一期的，对，猫头鹰是被我感化的学员。不是被我感化的，是被我圈粉了。还有好多同学记不住名字了。还有一个童趣啊，还有一个叫童趣的，对，还有一个叫童趣的，给老师画自画像，给老师画像的那个，所以我就有印象啊。这样还写生了，是不是？还见着真人了。现在就这种体积感啊，光影的效果啊就比较明显。那么里边这些空白的地方啊，用这种散锋啊，哎，沿着结构的去向，它的一个往上去嘛，它是要对不对？沿着它的一个去向啊，再来稍微填补一下。填补的时候也要注意留有大量的这种空白的地方。你不要全填满了，千万别全填满了。好了，这个松柏呀，它的一个枝干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下面呢，我们看看啊，差不多呢，我们可以先呢把这个豹子的颜色啊给它染一染呢，把豹子的颜色给它染一下。或者先把松柏给它画了也行，先把柏树给画了吧。先染颜色吧，我感觉得染2遍啊，有可能有的。染完第1遍等干的时候，我们再画这个叶子，好不好？好，染色啊，同样的染色啊，我们拿一支这个羊毫或者尖毫的毛笔啊，羊毫或者尖毫的毛笔，我的毛笔呢？赭石啊，赭石，结墨稿，结吧。你就结这个豹子就行了吧，底下还不用结了吧？底下你就看那个原画就行了，看原画原图就可以了。好，我们用赭石色，
一开始赭石色呢浅一些啊，浅一点，淡一点，加水。这个呢就有点重了啊，有点重了，要加水啊，还得加。这吃的磨破真是坑人啊！好，淡一点啊，一定要淡一点啊。一开始可以浅一些，再准备一支毛笔啊，再准备一支毛笔，再准备一支。来这个干一点啊，干一点啊，来一点这个淡墨，干一点。好，我们先来染鼻子的地方，先来染鼻子的地方，不要太湿，毛笔不要太湿，干一些，干一些。从这个深的地方开始啊，从深的地方开始染，明白吧？从深的地方开始啊。用笔触短一点，笔触短一点。这个上面的毛发的感觉特别的短，哎，你就按照这样的感觉来画，按照这样的感觉来画。留有一点点这种空白间隙啊，留有一点空白间隙没关系。你看，按照结构的走向，按照结构的这种走向啊，绝不是说简单的去涂它啊。那么我是要培养大家的一种这种意识，明白吧？这种习惯啊，有意识的培养大家这种染色的习惯啊，不是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平涂啊。所以呢，我都尽量是带着大家这样去画啊。那直接染色平涂那多快，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房价不高啊，我们房价不高。我是为了培养大家这种习惯啊，这种慢慢的这种意识，培养起来之后，你以后画画的时候，你如果哪一天啊猛然发现自己画画怎么变成像这样了啊，你发现你就培养出这个意识来了。好，这个淡墨的，你看看，轻轻的啊，加一点。是吧？沿着这个结构的地方啊，加一点。说点染，你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应该叫什么染啊。也不是点，我是披笔丝毛，所以我那个技法叫做披笔丝毛啊，湿地丝毛法，叫湿地丝毛法。这个技法啊是这个袁之老师，袁之老师
查找资料查到的啊。当时想取个啥名呢？正好这节课当时是他做的。好，就像这样。好，那么其他地方可以稍稍平涂一点点，特别是这边呢都比较浅啊，眼睛下面啊这样的比较浅比较淡一些，你就淡淡的啊，注意有一点这种层次感啊，有一点层次感，有一点层次感。去哪儿呀？你们要给我当邻居啊？可以啊，都来给我当邻居吧。那以后我家漏水我就方便了啊，就方便了，省得现在漏水也找不着人啊，找人家人家还不乐意。猫头鹰赶紧搬过来吧，搬我楼上去。好，那么上面呢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笔触大一些啊，笔触大一点。也可以称之为点染啊，像这样就是打点，对吧？也行。它最重的地方是哪？是中间的地方啊，是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中间的地方可以再加重一点，就用比较纯一点的赭石啊，加一笔，对吧？加一笔。皱眉的地方也可以加2笔啊，然后这些褶子的地方也加一下，然后后边呢也是啊，淡淡的颜色啊，注意还要留一点什么？留点水线的感觉啊。你看它这种结构的地方，它之间它是有一点水线的感觉，虚一些啊，给它空出来，你就先给它空出来。就像我们之前画人物的肤色的时候，老师说是要留出水线，对吧？按照结构来染，然后留出什么？留出这种气口啊，气口，让它透气啊。史国良老师在画人物的时候不经常说留气口嘛，对不对？其实是的，我们在上学那会儿写意人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都一样。所以有人喷他，我觉得这是因为不懂画啊，因为不懂画。那会儿史国良老师刚开播的时候，我经常看，后来就没看了，后来没时间了。好，那么背部呢也是这样的啊。背部这些都染的比较粗略一些啊，就按照结构的地方这么去染它啊，一笔啊，先把深的地方画出来，留有空白啊，留有空白，2笔。这边3笔，
下来啊，下来。好，其他的地方笔上啊加水，笔尖加点水，然后再来给它过渡一下，接染啊，接染过来。那么干了之后呢，它就有一开始第一遍画的地方呢就重一些啊，往下画的地方呢，它就干了之后就会浅一些啊，就有了这种过渡，明白吧？就有了过渡了。好，那么到了这个胳膊的地方啊，它也是比较虚啊，这块呢是虚一些，整个最实的地方就是在头部以及背部这一块，对不对？头部以及背部这一块，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底下的胳膊啊，这个都不要太重啊，不用太重，轻轻的、淡淡的颜色走起，保持在中间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哎呀，放的太大了，缩小一点吧。保持在中间这一块啊，然后指头，哎，稍稍带一带啊，指头缝的感觉，稍稍加一点点，是吧？加一点。另外一个腿就更浅了啊，侧面这个腿呢就更浅了，轻轻的扫一下，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了啊，都不要去，然后里边哎稍微皴擦一下，让它有一种体积感啊，然后这边啊稍微皴一皴，让它有一种体积感就可以。那么这个后边啊就更浅了，都很浅。同样再浅你也得按照什么？按照老师说的结构来啊，是吧？按照这个结构来染。按照结构来染。尾巴染上方啊，染上方，染这个上面就可以了。好，底下就轻轻的带一点点啊，带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底下的尾巴呀，就轻轻的带一点点就可以了。看这样的地方就带一点，不要画太多，不要画太多。尽量啊，该留的地方给它留住啊，给它留住。好，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画第二遍啊。等它干了之后啊，我们再细心的把这些地方收拾收拾啊，给它收拾出来。什么嘴巴呀、眼睛啊、鼻子呀这些地方给加色。现在把树啊，把这个柏树再给它画一下啊，柏树，小柏树啊，这个刘奎林、刘继友他们老画柏树啊。野外可能是柏树比较多，是不是？老画柏树，双柏松露，双露松柏双露啊，对吧？又咋了呀？又咋说我不看弹幕了？你们又说啥了？朋友们，这幅画想画出来必须买啊！大家帮我打广告呢。越看越像老虎，是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我不说了吗？什么狮子呀，什么是个豹子呀，老虎啊，都长得都差不多啊，区别不大，区别不大，长得都差不多。好，把上面几个小树枝啊，给它加起来啊，几个小树枝，啊，墨色淡一点，特别浅的淡的这个墨色，加的时候随意一些啊，加的时候随意一点了。
我可以随意一点，你们还是得认真一点啊。要我随意一点，你们就比我更随意。还是认真一点吧。你看一笔一画的啊，认认真真的画，不要太随意啊，要这样说。否则回头一看作业，一个比一个乱。好，可以了。那么后边这个小松柏的叶子啊，用这种花青墨呀，我们先把这个朦朦胧胧的这种效果先给它画出来。你还记得老师教画梅花鹿那节课教给大家的方法吗？对不对？可以先朦朦胧胧的啊，先给它画出来，画青。豹子呢，整体都会比老虎啊小一些啊，没有老虎那么大。猎豹嘛，跑得快，比较矫健，是吧？哎，用这个花青墨，不用胶啊，这个用胶干嘛呢？不用胶啊，这个为什么要用胶？画梅花鹿是因为画身上的这个白点是用到了胶啊。课咋上的？咋学的呢？之前上过那个课吗？还是说只是说听说要用到胶，所以你就问你用不用胶？毛笔啊，给它弄散一点啊，散一点，揉，这里边揉啊，搓呀。砸啊，毛笔要砸下去。毛笔砸的响，看听到没有？听这声音多好听。这些应该等这个枝干呢稍微干一些了之后再画，无所谓了，给它挡住啊。先画出虚的地方来啊，这种虚影，哎，虚影给它画出来。好，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这个老虎后边啊，这个豹子后边。哎，这个氛围就烘托出来了，你看看，是吧？躲树上偷偷等待，伺机而动，等待猎物了。手不行啊，手最近洗碗洗的也很，我洗的皮肤也老了，不能细看。好，这块啊，
一定是要砸下去啊，散锋破笔，你看到没有？毛笔都炸了，都炸开了啊！一定是这种感觉，不要特别完整的这种墨啊，不要用特别完整的这种墨，这种颜色。你砸一砸特别爽啊，特别解压。跟着老师砸一砸啊，特别的解压啊。你记不记得老师有一回教大家画这个水草，怎么能让这个水草有从水里边长出来的这种感觉？一半透明，一半实在啊，一半虚，一半实，怎么能做到不露痕迹的啊，很自然的，就达到这种效果，是吧？有没有同学上过那一课啊？记不记得？哎呦，没给弄错吧？有没有记得那一节课的啊？好了，你看它这个画的这个叶子，它也是啊，虚虚实实，对不对？一半虚，一半实。不是笔尖加水啊！你看看现在，其实答案已经在这儿了啊。就是先把水，你先要用，你要画水里的，你就先把这个打湿啊，把那块打湿，然后再画。就像现在这样的啊。那么趁湿画它是虚的，干了画它是实的。那么它这叶子，它有的干，有的呢，有的虚，有的实，对不对？那还得再画一遍，就是说，你现在画它是这种虚的这种状态啊，比较虚的状态，颜色越浅它越虚啊。那么实的，你可以等它稍微干了之后，你再来点，再来点，明白吧？就有时候啊，要利用啊利用这种属性，就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来啊。那么勾这个小百叶啊，小百叶呢，就是随意一点啊，用笔要潇洒，要采用这种写法。你看，我就像画了个小竹子啊，你看这种感觉是不是啊？3笔、4笔、5笔，你就当练字了。现在你就当练字了，当组合，怎么组的这个疏密让它好看一点，体会一下。哎，虚虚实实、朦朦胧胧的啊，如在月光下一般，有没有？对吧？有这个意思啊。特别是里边有一些浅的，这还有个小枝子穿到这边来了。哎，浅浅的这个颜色啊，继续啊，现在这个颜色多好啊，别浪费了啊。上面还有一些小影子啊，月影的感觉啊，月光影的感觉。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呀，它小枝子呢，它这个影子它飘动起来要有一点点方向性，像画风烛的感觉啊，有一点这个意思。不好在写诗呀，好，休息一下，点赞，谢谢大家啊，大家也别太辛苦，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头，咱还得画画啊。其实点不点赞呢不重要啊，可能我还没有理解它的重要性啊，还是得谢谢大家啊。你看现在是有虚有实，是不是啊？我写不了诗。再清晰一点呢，可以干了之后再来用这个重的颜色再来加一点点。
个再重的颜色，再用重色，我再加几笔试一试啊。把这一块你看可以加几笔试一下，还是有点阴啊，还有点阴，但是也能看出来啊，也能看出来，哎，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来加，干了之后再加吧。好，再来往其他地方再加一加，让人觉得画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不会有同学虽然想学画画，但同时画画又成为了他一个负担，他就在赶着时间画，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有没有同学是这样的？很想学画画，但真学了又觉得这个事情呢，成为了一个负担。老是想今天按照计划在2个小时之内啊，给它画完。如果超过了那个时间，哎呦，我就觉得这个耽误时间了啊，觉得是个负担。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一猜就有啊，我一猜就有。你看，这就像画小竹叶似的啊。自己有时候自己琢磨琢磨，觉得老有意思了啊，觉得老有意思了。就不要有太强的这种功利心啊，不要说哎呦，我一定要画的怎么样。你看我画画，我画了几点算几点啊？还没说非得几点下课，这样是最好的啊。就你这个状态一定得对，你才能画好。你状态不对啊，你就很难画好。不能急。左下的脚画个兔子呀，不行啊，今年兔年，不画兔子啊。这小豹子也太没出息了，爬那么高树就为了逮一只兔子呀。不得抓个大家伙啥的。怀疑人生不至于，不至于。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啊，当玩一样，有时候就玩好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怕坚持啊，就怕坚持。你只要坚持，肯定就能画出来啊，能画好。现在还是虎年，那我也不这个不适合啊。现在加已经加不了了，底下都没地方画兔子了。那么这些虚的地方可以用这个花青，淡淡的花青墨，干一点的毛笔，再砸一遍啊。散锋啊，你看散开，小一点的没关系啊，散开，再砸一遍。是吧？烧上的地方稍微呢，散锋勾一点，勾一点，有一点这种小姿态，月影朦胧的感觉啊，就有了。这边也是，这边也是啊，稍稍再整一点
小影子。好，继续往下。哎呦，这纸太湿了啊！现在这块勾一勾，像写竹子或者画兰草这种感觉啊，你找一找这种感觉。这边要往这个方向啊，它是上面是朝这边，这边呢要朝外边啊，朝外边，是吧？也可以上一节课老师教大家画那个小柳叶啊，小柳叶是怎么写个小字是吧？3笔一组写个小字。那么像这个呢，它其实你也可以啊，随意一点，3笔4笔写个小，写个大也行，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好，有虚有实啊。那么其实你蘸一笔墨，你不用老来回蘸墨的话，它画到最后它就是有深有浅，有虚有实啊。好，要到梢的地方，啊，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太随意了，稍微注意点这种勾的章法，并且呢，有一点这种松柏叶的感觉啊，得有一点松柏叶的感觉。小柳叶的方法 get 到了是吧？恭喜恭喜啊，总算学会一样了啊。哎，你看看，虚虚实实、朦朦胧胧的啊。好，底下淡一点，底下还是像刚才这个地方一样啊，轻轻的砸一下就可以了啊，弄这个散风的，风要散，笔要干，因为底下比较湿啊，风要散，笔要干啊。不干的，这毛毡上蹭一蹭。好，非常不错，非常不错。下面呢，我们把这个枝干呢，给它染一下。枝干也是这个赭石啊，可以稍微偏墨一点点，偏一点淡墨的感觉啊。枝干呢，你赭石里加点淡墨啊，赭石加个淡墨，浅一点儿，不要太重喽。这是有墨加多了，重新再来，墨加多了。笔像拖把，来点水。好，染色啊，从哪开始？从深的地方开始。同样从深的地方开始啊，有这样的地方，是吧？结构的地方画上去，小树杈结构的地方画下来。那么这边画下来，这边它是画一半留一半啊，画一半留一半。内侧边缘，
哟，底下还有叶子没画，下面还有好多叶子呢，这下面还没画，哎呀，画丢了，刚才画丢了。先把这个染好吧。好，染好之后，横向的有些地方呢可以让它衔接一下，衔接一下，有的地方啊留出这种白来啊，留出白来。这个树干它是长了一个这么个这个枝子，对吧？长了一个枝子，这样啊，它是结构是这样拧巴的。那我们再来看上边啊，再来看上边，上边同样啊，这个小树疤，那么已经去里边了啊，我们就直接染在里边吧。外面轻一点。哎，留出一些空白，看到没有？这种体积感，它就有了啊，留出来。等一会儿我们再给它补上啊，等一会儿我们再补，现在不要慌啊，现在不慌。好，再蘸色，继续，你看这样的地方是不是凹进去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经常讲阴阳相背啊，它其实就是个背面啊或者阴面，是不是？那么树干的这种体积感，它就会比较强烈啊。这一块，包括底下，哎，包括底下。那么这种层次，中间要留出来啊，中间要留出来。该留了你就按照老师这样的方法啊，先按照这个方法来啊。中间过渡地方呢，可以横向的这么皴擦，可以横向的皴擦一点，但是也要注意留有空白啊，保证这种留白，要保证它的留白。上面呢淡一些啊，浅一些了，浅一些了，是吧？那么整个你看它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体积感、结构啊，特别的强烈啊，特别强烈。后边它这么上去嘛，啊，这么上去。好，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之上啊，我们加点水，加点水，那么这个颜色就比刚才我们上的这个颜色要浅一些，对不对？要浅一些。那么我们再来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啊给它填住，再来给它填住。干了之后，它仍然有这种深浅变化啊，仍然有深浅变化，是吧？湿的时候也有。用笔轻巧一些啊，轻巧一些，也不用全填死啊，有的地方你仍然可以给它留一点点空白，没关系啊，不留多，留一点，间接性的是吧？哎，这种上色的方法啊，要学会，你要学会，那么画这一类的东西就都很容易了。哎，中间过渡的地方，轻巧的皴擦一下。那么皴擦的时候，同时要注意这个，皴擦的时没有皴死，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有白呀？
虽然很少啊，但是它有啊，它就有变化，它就比全涂上要通透。你看，是不是？哎，有一点，是不是啊？咱们稍微改进了一下啊，稍微改进了一点方法，有没有用啊？确实有用吧，所以画画的各个环节啊，都是有方法的，不要小看任何一样。昨天画那个小草，小草还要画小草的方法，不是说随便画，对不对？哎，这小尾巴啊，衬一衬，衬一衬，回头用白色，哎呦，弄脏了啊，稍微染一染啊。好了，这个感觉现在就好很多了，对吧？好很多了啊。那么这个叶儿啊，现在等它干了之后，你可以再加一点比较实的，现在呢都比较虚啊，朦朦胧胧的啊。继续，我们把面部啊，把头部的这个颜色再来染一下，再来染一下，颜色不够，颜色不够。那么这回呢，我们就接近尾声啊，就开始收拾了，细细的，不是接近尾声啊，开始细细的收拾了。啊，细心的收拾。那么我们首先呢，第一步我们要把所有的颜色，该有的都得有颜色，然后再来谈啊，谈这个加深加浅的事儿，对不对啊？你比如说颜色都没有，谈什么深的浅的？先要完整，保证一幅作品的完整性，这点很重要啊。有的同学呢，就是总忽略这个啊。作品的完整性非常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朱砂啊，朱砂来画鼻子、嘴巴、舌头。朱砂能不能直接用？不能直接用啊，直接用有一点红啊，有一点红。调淡一点可以直接用啊，不要用太深的一个颜色。你看调的比较淡啊，比较淡。有些地方可以用一点点淡淡的这个白色啊。再来这个曙红，哎，曙红和这个胭脂啊。知道下面有叶子，我们先把这个上面完整度先给它画完啊，画完之后再来加那个叶子吧。好，那么画鼻子了，那么鼻子它有没有方法染色啊？你就按照老师的这个体系啊，这个染色体系，那你自己推断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呀？推断一下，鼻子还得有高光呢，那光还要染色，对吧？有暗面，中间还分一下，对吧？下面重一些，鼻孔这一块重一些，还有影子啊，还有阴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那么留白不要太多，毛笔压扁啊，留白收一收，这边收一收。哎，锃亮的，是不是？小鼻子擦了锃亮的啊。深的地方换颜色啦，深的地方，这个之前画花的啊，好像有一点曙红，这是曙红啊，没有胭脂吗？没有胭脂，蹭点墨，懒得挤了啊。蹭点墨，没有胭脂，哎，有点这个意思了。
鼻孔下方打个阴影啊，打个阴影。好，再浅一点点，再淡一点点。上方打个阴影，打个影子，它是凸出来的啊，它有一点像是镶在上面似的这种感觉啊，明白吧？所以打个影子。是不是鼓出来了？马上有鼓出来的感觉了，对不对？那还需要拿白去填那个高光吗？根本不需要啊。好，同样的方法，舌头整一下啊。舌头，看看舌头。首先把牙床啊给它画一下吧。牙龈啊，牙龈。你也可以按照老师这样的啊，沿着边缘两根边缘线，对吧？先这样画一下，往里去，收，往里去，往里去，这个透着一点亮光啊，透着一点。笔尖蘸点曙红，调一点曙红啊，调一点曙红。底下呢加重一点，加重一点，加点墨啊，整点胭脂色，类似于胭脂的颜色。那么里边呢要重一些，所以呢里边呢是用一种类似于胭脂的颜色。没有你就加一点点淡墨进去就可以了啊。不放心的同学呢就调一点胭脂。好，舌头，哎，来画舌头了。舌头呢和鼻子一样的颜色，看看，哟，这个嘴还没注意啊，等一下，这片牙还没画，这个地方啊，这个侧面啊，小牙的感觉啊，给它画出来，然后啊，墨色部分。哎，小老虎嘴，这样是比较完整的啊，这样比较完整。好了，舌头呢要一分为二啊，一分为二。你可以先给它来一笔啊，淡淡的这个颜色吧，浅浅的。然后呢，沿着这个牙齿边缘。这边沿着这边牙齿的边缘，下面呢点一点啊，留一点高光出来，留一点高光出来。好，上方重一点，往下来。那么里边呢是可以填上啊，可以填上。好了，到这一块了，要留一点光啊，留一点光。也不要光泽感不要太强啊，不要太强。然后呢，笔尖蘸一点水啊，利用这个笔上呢还有一点颜色，有点水，把这个光感给它削弱一点，削弱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在嘴巴里边的，对吧？它是在一个比较暗的这个环境里边，你不要给搞得太亮了啊，太亮就它又没伸出来。它如果舌头伸出来了，你给它画亮一点，那也就算了。再来个这个紫色啊，胭脂色，这些地方再加重一点，暗面的地方啊加一下，加重一点，把它这个感觉它不是有了吗？里边啊比较暗。
哎，包括这个牙床啊，这个牙龈底下都是拿这个赭石稍稍加一下，加一点，染出来都像工笔画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有个同学在我群里边发了一张谁画的工笔画的老虎，都没啥了不起的。这种丝毛呢，我都教给你了，你要学会了，你要画那个很简单的啊。好了，再整一点点啊，这种淡淡的紫色啊，淡淡的紫色。好，中了，浅一些，不就是这样披披丝毛吗？对不对？你生宣都能撕啊，熟宣更好撕。我看大家画的那只月季的那张作品啊，那个墨骨啊，那小鸟画的好多同学画的特别好啊。偏紫一点点啊，白色它就是可以白色的东西，你可以画任何颜色在上面，黄的、绿的、紫的都可以。啊，耳朵下面啊，耳朵下面也是啊，重一点的这个，哎，这少了几个斑纹啊，回头再给它点上。我这个比较湿啊，你可以干一点，你要控制不好呢，你就干一些，能把握住，你湿一点也没关系。其实湿一点呢，它更写意画嘛，它更灵动一些啊，更有味道一些，不然这整成工笔了。哎，等它干一点，再来丝毛也行啊，再来丝毛也行，包括这个颧骨部分都可以染一点啊，颧骨部分淡淡的紫色，鼻子上方也可以啊，这一块也可以。都可以染一染。那么慢慢的、逐渐，它这个层次感呢就出来了，逐渐的就出来了。哎，颧骨这一部分，是不是啊？好，把眼睛再来画一下吧。先把眼睛里边染个色吧，还是先染这个紫色呀？它这块其实也有紫色啊，眼睛附近啊，比如这块，把这种凹进去的这种感觉给它画出来。算了，我这有胭脂，哎呦，还到处蹭。哈，这碟子里边就挤过胭脂啊，你看边缘这个就是胭脂啊，蹭啥呀？还去调？好了啊，
眼睛旁边，那么就是这个淡淡的赭石色呀。整一圈啊！我现在画了这个紫色之后，我隐隐约约啊，我脑海里边浮现出这个《西游记》里边那个妖精啊，那个豹子化的妆，它是不是眼睛是不是也是画了一点淡淡的紫色呀？是吧？那么这种凹陷感，它首先就有了。眼睛呢是一种黄绿的这种光啊，黄绿的光，黄绿的，黄绿以绿为主啊，以绿为主。绿呢就是这个3绿啊，就调3绿就可以了。先呢不要太重啊，先呢浅一点，先浅一些啊，先浅一些。要染出玻璃球的感觉啊，染出玻璃球的感觉啊。所以说该提白的这个要提白啊，这个不提白呢是不行。包括这些，先要留，也要留白啊，也要留白，别一下给染太狠。别一下染得太过了啊。眼角微微的紫色，啊，再来一点深一点的这个，类似于这个绿的颜色啊。哎，该加重的地方加重一点。该加的地方加一下。再整一点黄，淡淡的黄色，整点淡淡的小黄色啊，特别淡就可以了，不用特别深啊，浅一点，浅一点，淡一点，接一下颜色，哎，越浅越好，越浅越好啊，不要加重了，不要加重了啊。这个稍微重了一点，这旁边那个就差不多了，是吧？再整点白，挤点白呀。又9点半了啊，不搞的吗？又超时了，挤点白吧。整点白，这眼睛还得，其实啊，按理说啊，这个眼睛啊还得先画，那小眼线还得再描一描啊。你看眼线的感觉不够，挤点白啊，调点白，不要太厚了，别特别厚。先衬湿，哎，先衬湿的时候，比如它
有一些反光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白呀要淡一些，不要厚了，这个反光就特别死板。底下不有个小反光吗？是吧？上面呢又有个小亮光，是不是？这顶头有个小亮光啊，小玻璃珠。这边也是啊，这个最亮的地方，等干了之后再来处理。小反光给它反出来，不是有玻璃球的感觉了吗？然后干了之后，再把深的地方再一加啊，把深的地方再一加。完全干了，全部步骤全部完成之后，小白一点，是不是？好，抓紧时间。赭石上赭石，继续染这个染小鼻子，染小鼻子，整点赭石，可以调点这个黄啊，小鹅黄啊。啊，这个赭石完全用赭石这个颜色太单一啊，整点小鹅黄。整点小鹅黄，看，我再用这个颜色啊，再用这个颜色，调了一点鹅黄和赭石的混在一块的颜色。好，到了鼻子上面呢，赭石又偏多一点啊，赭石又偏多一点。好了，小白啊，眼角那个白呀，给它留住一点，留住一点。金钱豹，然后让它黄一点。当我没说啊，不要画黄了，不敢随便乱说，随便说话，怕影响大家。有时候我不经意当中的一句话，有的同学听进去了，最后给我的反馈很强烈。这回一看作业，哎呀，全反馈出来了。哎，到底下了浅一点，哎，带一点皮笔丝毛啊。边缘呢也带一点啊，带一点皮笔丝毛，不需要撕的特别好，不需要你撕的特别好，要有一点这个感觉，这个味道就可以。这一块再加一点啊，毕竟是个小豹子嘛。回过头来，把鼻子这一块啊，再给它加重一点。赭石，墨，
我画的有个毛病，大家发现没有？过于追求这个还原度，这也使得我学习别人的这个技法学的比较快，学的比较扎实，学的比较多，深入啊。但同时呢，就是老改不了这个毛病了。我应该向张大千学习啊，仿点画，是不是能以假乱真？回头以后，你看，再把这些重的地方啊，稍稍给加一加，提一提。是不是这个肌肉感就出来了吗？这个肌肉感就出来了。如果说现在我感觉啊要求比较高，我再笔尖蘸一点淡淡的白色，为什么呢？比较淡一点的白色，我感觉这边好像染第二遍的时候啊，稍微染重了一点啊。我趁湿的时候，我再染一点淡淡的白进去，是吧？我肌肉的地方，我稍微给它提一提，能不能行呢？我感觉能行，是不是啊？这技法，哎，这不挺好吗？毫无破绽的，是不是？你看，你现在看这个鼻子这一块啊，看鼻子这一块，对吧？继续啊，头顶这一块稍微重一点啊，鼻子这一块再重一点点。就是这个颜色啊，就是这个颜色很好，是吧？这个颜色非常不错啊，你看。好，身上呢，我们也按照这个颜色来啊，身上也按照这个颜色来。单纯的赭石太单一了啊，太单一了。赭石里边加了一点点这个鹅黄进去，蹭一点鹅黄。这现在染出来是不是像工笔画了？这还没咋丝毛呢。好，背部中线啊，沿着中线呢，脊椎啊，脊椎的这个线向两边，对吧？向两边。那么这边呢，稍稍留一点点水线的感觉啊，有一点点水线的感觉。这染色非常重要啊！你染色学会了，对你的画面提升那是大大的啊。毕竟画画呢，除了笔墨就是色色，对不对？沿着结构染留出水线，看到没有？留出水线。好，到下面了，浅一些了啊，浅一些了，加水啊，笔里边加水啊。给大家看看调色盘啊，笔里边加水，啊，加水，底下就浅了嘛。哎，浅了，中间部分
这种留白不要留得太死啊。再用这个浅色一填，填上，体积感来了啊，小感觉来了吧？没鹅黄，你用什么朱标吧？用朱标吧，加点朱标进去啊，藤黄太亮了。好，按照这个，我们把这个后面啊，把老虎的这个后背给它染一下。哎，重的颜色在结构处凸起来的地方啊，凸起来的地方，再来一笔，再来一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金钱豹啊？它这个黑圈里边这个颜色比较深一些，对不对？一会儿呢，我们给它加重一点的。黄金白银都藏里边了，都藏起来了。哎呦，这边特别湿啊，现在正好。那么这个颜色染了正好，给它融合进去，太好了啊！因为画了这个树啊，画树叶子，整的比较湿，现在湿漉漉的，就特别好，特别好染。稍微往这边扫一下啊，扫一扫。底下的尾巴，底下尾巴稍稍加一点点啊，干笔这么抻擦一下就可以了啊，抻擦一下就可以了。哎，底下的这部分再加重一点。两边虚，看到没有？两边虚啊，两边的虚，中间重，中间重。甚至它这个里边啊，得扫点胭脂进去啊。这个里边再扫一点胭脂进去，因为它上面胡子是白色啊，胡子是白色，所以呢，白色下面它通常衬一点胭脂进来。好，按照这个颜色稍微加点水啊，浅一点的这个颜色呢，结构处画出来。其他的地方给它加重一点，统一起来。哎，为了衬托脸部的这个白胡须，保持距离，这个颜色要染的保持一定距离啊。哎，那么这种结构的地方，我稍稍再给它提一提，哎，稍稍再提一提。好了，稍微染过了一点啊，这个里边要留一点白就更好了。小白色，趁着现在我把这个白给染了得了。啊，白色。染过了呢，趁湿的时候我们可以往上加啊，往上加。那么现在就好一些啊，现在就好一些。轻轻的扫一扫。
留白的地方啊。现在你可能看不大出来啊，回头把这个树的颜色再染一染啊。如果你的画拿去裱了，一装裱啊，就特别的明显了。染干净一点啊！看白色，我有2盆水，我一般2个笔洗。看见金钱豹2014，大家一起暴富啊！今晚一起上课的同学一起暴富啊！咱们今天晚上一起看课的同学一起暴富，好吧？见者有份。谁是巨蟹呢？白色不用撕它也看不出来。你想想，它都是白的，然后在个白底子上，丝毛根本看不出来啊。好，都给它涂上。哎，不明显没关系啊，不明显都没关系。这个需要最终是需要靠这个衬啊，靠对比。外圈啊，轻轻的点一点，轻轻的点一点。这些干了之后再来收拾啊，脸上啊这些白呀什么的，眼睛这些啊，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来收拾它。上面可以先画一画，先画一画。尾巴、腹部。尾巴其实这个白是需要靠这个树来衬的啊，靠这个树来衬。尾巴的这个白呀，其实需要靠树来衬它。好了，哎呀，完美，完美，完美。是不是漂亮吗？见者有份，见者有份，见者有份啊！好，我们再把树给它染一下，再把小树给染一染啊。回头眼睛再给它细致的刻画一下啊，小胡子一勾。树染一染，底下这个小叶儿还没画，哎呦，怎么把它给弄丢了呢？先画小叶子吧，不然染了树干了不好挪动了啊。哎，底下的小叶子啊，小叶子，就是又10点了。
一不小心就10点了。好，里边呢就是让它这个拿刚才的大毛笔往里边点，使劲砸，花青末。明天不画了啊，还剩这么一点，还留着干嘛呀？今天画完，明天休息了，明天没有课，明天没有课啊。明天老师就是给大家专门点评作业了。好，调好这个花青末，揉啊、搓呀、砸呀、点呐、揉、搓、砸、点。解压的时候到了啊！整点小沫沫。哎，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杂乱一点，好多的这种散锋的这种外形啊，这种笔触感呢，都可以直接运用上，到时候直接就能用得着了。所以要用散锋啊，散锋。是吧？完了之后，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就把这个趁湿的时候整点墨，先不要太重啊，先不要太重，先是一个淡淡的，先是一个淡墨的感觉啊，一个淡墨的感觉即可。趁湿的时候来了，小笔法用上啊。哎，小笔法走起呀！你就勾着玩啊，没事你就勾着玩。我一般像这样的，我就勾着玩，练笔了，练笔感啊，练你的这个笔性啊，你就连贯一些用笔，明白吧？都不动脑子想，都不要去动脑子想，稍微注意点疏密就可以了，不要考虑太多啊，培养一种感觉。有的同学画一笔看一笔，不要看，你就看个大概位置，然后培养这种一个是组织能力啊，这种笔墨的一个组织能力，然后呢培养一种感觉啊，用笔的这种书写的感觉。稍上重一点，你看中间空一点，底下又重一点，它有这种虚实，看到没有？甚至这个如果墨色再浅一些，它就效果更，有些地方效果更好。花青墨啊，还是用到这个，你可以不要用直接用墨，你可以用点花青进来。你看它的这个融合度更高一些啊，颜色稍浅一点点，融合度更高一点点，让它产生这种渐变的一种感觉啊。
就渐渐的达到一种强烈，或者渐渐的达到一种这种虚无，是吧？那么它的一个层次感就更丰富。所以像这样的小枝，它咋画的？它就先弄湿了啊，弄湿了。回头教大家画那个水草啊，画水草，那更有意思。哪天找个金鱼的案例啊，教大家画水草。所以你别看是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啊，有时候它里边同样蕴含有技法，明白吧？不是说只有主角才有技法，才有光环，像配角呢，往往这个画好了，光环这种不亚于主角。好，底下就这样啊，底下就这样，先暂时这样喽。上来赶紧的把树干呢染一染喽。小树干染一染，你看这边如果颜色干了之后感觉浅，继续再加啊，继续再加，再把这一块啊叶子比较重的这一块再砸啊，再砸，就闪锋再砸一遍，增加层次。那么我先把这个树干给它染出来。树干呢还是这种赭墨的一个颜色，因为这两个颜色太接近啊，太接近，所以呢你不能用这个跟它一样的纯赭石啊，赭石这么个颜色啊。对啊，每天到10点钟啊是画的最高兴的时候啊，进入状态了。就快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了，就快了啊！就传说中这种无我的境界，有我无我，是吧？快了。所以卖课，等会儿再卖啊！我先把这块颜色染了再卖。画一幅好画，比我卖课卖出去这个很多课我都高兴啊！有时候晚上画了一张自己满意的案例，哎呦，那可高兴了。自己来回欣赏，来回欣赏。所以有同学问我，那画不卖留着干啥？我说我留着我自己看，自己欣赏。我真是这样的。自己看，自己找这个不足啊，不足之处。隔一段时间再看，哎，又不一样啊！隔一段时间又不一样。除非太穷了，实在不行了，那是得卖画。等回头我看腻了，看腻呢，再卖给大家，给大家也欣赏欣赏。好，我们看看啊，这种体积感是吧？还是方法还是一样啊？画1000遍10000遍啊，这个染色还是按照这个套路，对吧？不是套路，这个方法，先从重的地方染，无论是树还是这个豹子还是人物，都是一样的。染结构，毛笔得压下去。你平时画的时候，毛笔也得压下去；染色的时候，毛笔也得压下去。哎，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呀，毛笔压下去这一点啊，我觉得大家有的同学，如果我点评作业说你这个，这一点没做好的同学，你可以翻一翻这个菊妹同学的作品。我跟你讲，菊妹同学她的这个线条非常有力度，非常有力度，很厚实，它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他练书法的原因啊，画的非常的厚重。我看了他的线条，我就想起了这个上学时候我们老师老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吧？山东老师，今年好像是参加，他是去新疆他退休了，退休又去新疆，然后支援新疆哪个学校去了，然后还上了央视的那个表彰大会里边，选了几个代表，还有他，他特别酷爱写生。对，你们可以翻翻菊妹的这个作业啊，你看一看菊妹画的，无论是哪一张，你都可以翻开看一看，你就能找到那个感觉了。其实就是毛笔没有摁下去，很多同学画画就拿笔尖在那画，我老说这个问题啊，不要拿笔尖。哪天你能习惯性的把毛笔压下去了啊，你就代表你怎么样啊？你能掌控毛笔了。很多同学掌控不了毛笔，为什么呀？没有摁下去啊，没有摁下去。不要拿笔尖画，听懂我这个话啊？哪天你能够把毛笔摁下去了，说明你就能慢慢的掌控毛笔了，让它粗它就粗，让它细它就细，对吧？让它虚它就虚，让它实它就实。你老是拿笔尖，笔尖就这么一点点，它能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啊，它能有什么变化？对不对？第一步，我们首先解决用笔。第一步，毛笔摁下去啊。好了，霸榜了，这是菊妹，对对对，不是他霸榜，我表扬他，是他真画的挺好。虽然他也霸榜啊，说他也没用。好，回过来，这快完成了嘛？就赶紧啊，把这些啊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啊再修改。你比如嘴巴这一块，我再加重一点啊，加重一点。哎，刚喝水了吗？现在怎么又10:09了呀？又错过什么了吗？是？加的深一点啊，稍微加深一点。加重一点。耳朵这一块啊，好像忘了，缺了几个点儿，点一下，点一下。好，几乎我看眼睛没干啊，眼睛没干。拿一个小号的毛笔给它描一描眼线啊，眼线稍稍描一描。今天小目标完成了吗？小目标是个秘密。小目标是啥？来，整点这个墨啊，整点墨。完成了吗？8个，白天有6个。好，把这个描一下啊，该加重的地方，该加重一点。
底下也是，底下得有个厚度，看底下有一个厚度啊。所以它有2根儿眼角，哎呀，亮起来了，是不是啊？感觉亮起来了啊。这个也是，那么把这个厚度加厚一点，哎，加厚一点。眼珠，这个有点湿啊，这个有点湿。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要过分啊，不要加的太过。把白胡子给画一下吧。哎，胡须啊，白色的胡须啊。白色的胡须呢，可以稍微厚一点，这个颜色啊稍微厚一点啊，浅了看不出来，浅了很难看出来啊，浅了很难看出来。舌头这块颜色有点浅，其实还可以再来一遍啊，舌头。先把舌头再来一遍色。舌头再用这个赭石啊，不是赭石啊，说错了，朱砂，朱砂。哎，再来一遍色啊，淡淡的朱砂。淡淡的朱砂，哎，再来一遍色。牙龈。鼻子也可以稍微再加一点浅一点的颜色啊。第二遍就不要加太重了，第二遍就不要加太重。好，调白色啊，白色。白色。右边的瞳孔，右边的瞳孔够深啊，够深。稍微小了一点是吧？回头再点一下啊。先把胡子给弄了。胡子呢，用白色你可以稍微厚一些啊，厚一点。小胡子。好，来看看干没干啊？呦，太潮了，太潮了。这底下因为刚才染色还没干，哎呦，一画上去就跑了。我们这个颜色再干一点啊，你可以等它干了再画，可以等它干了再画，实在不行就只有等干啊。哎，这个颜色浓一点啊，浓一点，还是可以的，还是能看出来啊。
稍微注意一点这种交叉啊，稍微要注意一点交叉。像这样有底色的地方啊，有底色的地方，哎，你可以画的清，它就会明显一点啊。你可以注意利用一下这个底色。好了，差不多了，这边感觉差不多了。这边啊，上面还有眉毛。好，这边呢，它也有底色，这边就好画一些，清晰一些了，底色比较明显，是吧？你就不需要特别浓的这个颜色了啊。你等它干了的话，湿的时候呢，还是有点阴啊，有点阴，不然它忽粗忽细了。啊，好，就这样吧。啊，就这样了啊。小豹，金钱豹。这边的小眼睛，你小瞳孔啊，也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啊。小瞳孔加亮一点，然后呢，可以用这个白色稍微的蹭一点高光出来，蹭一点亮光啊，这个蹭一点亮光。蹭一点啊，蹭一点就可以了。行了，可以了。缩小瞅一瞅，你看，特别凶猛啊，特别凶猛。其实干了之后啊，这个眼睛里边还能再染一下啊，眼睛里边这个小紫色呢，还可以再提一提，不然显得眼皮儿有点单薄啊，眼皮儿没有不深邃，不深邃啊，不深邃，没有思想。加点思想。那么它要把上面稍微给它遮挡一点啊，这个眼珠子稍给它遮一遮光，哎，遮光它就好一些。遮点光。小豹啊，现在就深邃一点了，对吧？凶猛，
深邃。仿佛在说晚上吃什么。凶猛起来了，怎么还没严呢？还缩大缩小呢？好，可以了啊，可以了。像这样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再加一下，再加一下。好，这节课呢，咱们就最后是用了一个胭脂的颜色啊。最后提了一点呢，是用了这个胭脂的颜色，干了之后就不会那么明显啊。现在这个特别像个刀疤，很明显，对不对？干了之后没有那么明显。这个放心啊，放心，干了之后会好一些啊。今天10点半了，我一会儿剪片啊，剪片子啊。我是跟了很多名家啊，跟了很多名家才学得这一身手艺啊，明白吧？我不仅跟了1个老师、2个老师啊，我跟的老师跟的多了。好了，拜拜啊，各位晚安，祝大家今天又是小年吗？哎，小年快乐啊！祝大家小年快乐，拜拜，晚安，谢谢大家。